有缘人。2025年地球能量大升级，神龙归位，元神觉醒，每个人都将面一场大考验，要么一飞冲天，要么一蹶不振。每个人必须关注这场变化。在这个超级个体的时代，每个人都渴望展现自己的独特魅力，都希望活出自己的精彩。每个人也都有机会通过觉醒与努力，成为生活的主角，开启属于自己的辉煌旅程。而让元神归位，才能真正开启自己的封神之路。元神源自于传统文化中的概念，代表着个体的真实自我和内在的灵性。它是我们最原始、最纯粹的存在，蕴含着个体的潜能与使命。我们提到让元神归位，实际上是在呼唤人们回归本真，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世界，找到那份被遗忘或压抑的自我。01，认识元神与食神的关系。太乙金华宗旨中记载人先天存在的主要形式是元神，可以理解为我们的灵魂或者意识，类似于电脑操作系统的芯片。元神喜欢安静，无思无想无杂念。元神是心灵的本源，道的体现，内在的觉悟，本性的真实，佛性的根基。元神自古以来无始无终，不受生灭的影响，超越了来去、得失、增减的限制。所以老子讲复归于婴儿，就是要人常保持元神在位的状态。食神乃元神所生之妄念，所化之幻象，它是我们成长过程中外界对我们灌输的意识，以及眼耳鼻舌身意感受这个世界时所产生的欲望。食神是有生灭、有起落的，受冷热、得失的影响，常常伴随着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等烦恼，因此它是不稳定的，常常流转于六道之中。元神本性是善，所以所有文化都教导人们向善，回归到人真正的自己。故阳明先生说我心光明，亦复何言。其实元神食神本是一体，人一念分别即元神失位，食神主事，所以元神与食神仅是迷雾之间差距。就像佛魔本是一体，区别是佛识自性，常向内观，而魔一心外求，求而不得，则即癫狂。当越来越多的人元神归位，不再受食神驱使，与本源逐渐链接，封神时代则将开启。02，古人对元神归位的思想探索或主张。古人对元神归位的探索涉及道家、儒家、佛家等多个哲学流派，强调通过内心的修炼，与自然的和谐相处，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，以达到内在的和谐与平衡。道家思想。道家强调道和元气的理念，认为元神的归位与宇宙的和谐密切相关。在《道德经》中，老子提到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
道法自然，强调个体应顺应自然法则，寻找内心的真实自我，从而实现内外和谐。庄子在其著作中提到无用之用，强调放下成见，回归自然状态。从而儒家思想，儒家注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强调内心的修养和道德自我认知。孔子提倡仁，强调内心的善良与和谐，认为一个人要通过自身的修养来实现与他人及社会的和谐。孟子提出性善论，认为每个人内心都有善的本性，元神的归位就是要回归到这种本善的状态中。佛家思想，佛家也有关于内心和谐和自我觉悟的探讨。禅修强调明心见性，主张通过冥想和内省来认识自我，回归真实的内心，从而达到心灵的解脱与宁静。医书和修炼经典，古代的医学和修炼经典如《黄帝内经》和《太极拳经》等，同样也探讨了元神的状态和归位。《黄帝内经》强调心主神明，认为心神的稳定与健康息息相关，提倡通过调养心神来实现身体和精神的和谐。《太极拳经》提到意在先，气在后，强调通过修炼达到心神的统一和内在的和谐。当代人对自我使命的探索与希冀。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时代，科技和信息的飞速更新，让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，但人们的内心也越发感到迷茫与焦虑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许多人开始意识到，单纯的物质追求已无法满足内心深处的渴望，人们渴望更深层次的连接，寻求灵魂的归属感。它不仅是一种对自我的追寻，更是对真实自我的渴望与觉醒。这种渴望推动着他们去探索自我，提升自我，追求精神的自由与独立。而元神通常被理解为一个人的灵魂或核心意识，代表着个体的深层次存在，它蕴含了一个人的独特性和内在智慧，是推动个人成长和觉醒的重要力量。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，我们正迈入一个超级个体的时代。在这个时代，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价值与潜力，人们不再满足于仅仅是社会角色的扮演，而是渴望活出真实的自我，追求灵魂的深度觉醒。每个人都希望通过自我提升，实现自身的价值，展现个体的光芒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不再是附庸，而是创造者；不再是追随者，而是引领者。每一个人的觉醒都将汇聚成强大的能量，共同推动社会的进步与发展。元神归位是一种自我觉醒的表现，只有当元神归位，我们才能在这个超级个体的时代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与人生使命，活出最真实的自我。要让元神在位，才能找到你的人生使命。
孔子曾说过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，强调根本的重要性。只有在理解自己的本质后，才能找到自己的道路和使命。一个人的本质反映了其内在的元神特质，而元神的觉醒推动个体形成和追求与之相符的使命感。追求元神的归位，最终将帮助我们找到人生的真正方向和意义。01元神归位与人生使命的关系。元神是一个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的概念，通常被理解为个体内在的真实自我或灵魂。元神也可以被视为一个人内心深处的核心存在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本质和真正的自我，跟一个人的使命感同宗同源。元神归位就是个体内在真实自我的回归与和谐状态。元神的归位为个体提供了内心的指引和动力，使其能够识别和追寻真正的使命感，而强烈的使命感又能促使元神得到更深层次的觉醒和发展。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，许多人忙于生活琐事，面临工作、家庭、经济等方面的压力，又或者过分关注社交媒体的影响，可能会忽视内心的需求和真正的自我。生活表面正常，但内心却存在空虚和未满足的渴望。人们常依赖外界评价，感到迷茫和不安，对自身能力缺乏信心。他们不停追逐外界的认可，却忽视了内心深处的真实渴望，未能完全唤醒自己的元神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无法找到自己人生的真正方向与使命。面对这种困境，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我，探索内心深处的声音，找回被遗忘的元神。也只有让元神归位，才能清晰地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目标与人生使命，活出真正的自我。02让元神归位，对自我探索的重要性。1唤醒元神，就是唤醒内在驱动力。元神代表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真实自我，它包含了个体的价值观、信念和情感。当元神被唤醒时，个体会感受到内心深处的激情和动力，促使人们去追寻更高层次的目标和意义，从而更容易找到个人的使命感。当元神处于归位状态时，它能够清晰地指引个人的方向，激发出强烈的内在驱动力，从而使人在追求目标时更加坚定。唤醒元神能引起情感与认知的共鸣。唤醒元神还意味着与内在的真实自我建立连接。当人们感受到与内心的共鸣时，往往会对生命中的重要事物有更深的理解，这有助于明确自己的使命感。当一个人的元神与其使命感相契合时，情感和认知会产生强烈的共鸣。这种共鸣使得人在遇到挑战时能够积极面对，而不是轻易放弃。一个有使命感的人通常会在生活中表现出更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。3唤醒元神
能帮助人们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。通过唤醒元神，个体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想要追求的价值和目标。元神归位后的个体会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在生活和社会中的角色，进而明确自己的使命。这种使命感不仅能让个人在职业上取得成功，还能带来深层次的满足感和幸福感，帮助人们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。4. 让元神归位，是开启人生使命感的源泉。人生使命感往往源于对自己内心深处渴望的认知。元神的归位使个体能够准确识别自己的价值观、兴趣潜能、优势天赋，从而找到真正想要追求的目标，实现自我价值。这种对自我的深刻理解能够转化为强烈的使命感，推动个体不断前行。5. 让元神归位，将推动灵魂觉醒的力量。元神的归位被视为灵魂的觉醒，只有当灵魂真正觉醒时，人才能找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和目标。这种觉醒能够让个体超越物质的追求，关注内心的成长和精神的提升，从而培养出强烈的使命感。03. 如何唤醒元神，让自己的元神在位。1. 食神退位，重德养神。学会放空心灵，感受周围，避免被食神控制，坚持注重自身德行，养护元神，使其愈发强大，从而在危急时刻提升直觉力，带来保护与指引。2. 静心冥想，回归内在。通过打坐和冥想来静心，放松身心，回归内在。通过特定的呼吸法和意念引导，将自身的能量集中，促进灵性的提升。这种方式有助于清除杂念，增强对元神的感知。3. 自我反思，积极思考。定期进行自我反省，思考自己的价值观、目标和真实感受，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与目标，明确人生方向，保持心境平和，关注内心的声音，帮助自己与元神连接。4. 锻炼身体，提升气场。通过运动和瑜伽等方式增强身体的能量，提升气场，促进内外的和谐。一些古代修行者通过导引术类似于现在的气功，调动体内的气，达到养生和灵性提升的效果，帮助元神归位。5. 自然融合，心灵放松。多亲近自然，感受大自然的力量，帮助心灵放松，增强灵性意识。古人重视与自然的和谐，常通过观察自然，感受自然的力量，来达到心灵的归位和灵性的提升。然而，也并非说人一旦唤醒元神，就万事大吉了。人的心态会随着周遭的一切，你所遇到的人或事或所处的环境而发生改变，这是一个动态管控的过程。那么，
如何让一个人能持续地保持内核稳定，呵护好自己的元神，这是关键。想要保护好自己的元神，我们就得理解元神会在什么情况下会受到创伤，从重度危害到轻度危害的排序。我梳理出以下10种情况，供大家参考。前5种是意外，皆因受到惊吓刺激或伤心过度而失神。后5种大概率是因为食神，逼退了元神，提醒人们回归内在生命觉知。1、亲人离世情景，一个人失去了至亲的父母，内心影响，初期的震惊和不敢相信，随之而来是深深的悲痛感，感觉生活失去了重心，心理变化，可能经历孤独感、失落感和对未来的迷茫，难以与他人沟通，甚至出现焦虑和抑郁情绪。2、重大背叛情景，朋友背叛了信任，泄露了秘密，内心影响，感到愤怒与失落，怀疑自己的判断和人际关系的真实性。心理变化可能导致对人际关系的不信任，情感上变得更加封闭，反复思考背叛的细节，难以释怀。3、遭遇意外事故情景，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，内心影响，感到强烈的恐惧和无助，不断回忆事故的细节。心理变化可能发展为创伤后压力症状 PTSD， 容易受到刺激而感到焦虑和恐慌，影响日常生活和社交。4、感情破裂情景，经历了一段长久关系的分手，内心影响，感觉被抛弃，情感上极度受伤，怀疑自己的价值。心理变化可能出现对未来的恐惧，变得消沉，难以重新建立信任和开口与他人交流。5、失业或经济危机情景，突然失去工作，面临经济压力，内心影响，内心充满焦虑与无助，时常担心未来的生计问题。心理变化可能出现自我怀疑和自尊心受损，情绪波动加大，影响人际关系和家庭生活。6、经历重大生活变故，如离婚、失去亲人或失业，这些事件可能导致情感上的困扰和自我价值感的下降，扰乱内心的平衡，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失魂落魄。7、长期感到焦虑或抑郁，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焦虑或抑郁状态，内心深处慢慢的会积压很多负面情绪，产生无比消极的自我内耗心理。这很明显是食神占上风头了。8、面对人际关系困扰，总是感到孤独，或与他人交往时容易冲突，或者对很多关系都不自信，比如无法展开恋爱或婚姻关系等。这可能是原生家庭创伤或童年阴影，需要修复元神。9、职业发展停滞，在工作中感到迷茫或缺乏动力，
无法明确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，无法找到前进的方向。这种情况，人们普遍缺乏一种深度自我探索，内在价值认知缺乏。10、自我认同问题。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身份或价值感到困惑，如文化、性别认同等，产生自我怀疑、不配得感严重等情况，以上这些情况供大家参考对照，保持警惕。当然，生命无常，残酷的生存法则，不管是社会环境还是市场经济的变幻莫测，都让人在很多时候措手不及。但不得不承认，保持自己内核的强大稳定，才是真正的强者。当然，我们很难改变外界的一切，但可以通过改变自我的心境，活在当下，换一个踏实的未来。记住守护元神，重塑内在自我，可以帮助个体在困难时刻找到内心的力量，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。一个人内心的强大来自和自我的链接。人有2个自我，内在自我和外在自我。只有当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相符或保持和谐一致时，个体会感到更有满足感和幸福感。而通过理解和调和这2个自我，个体能够更全面地实现自我认知和自我价值。内在自我是个体真实的思想、情感和价值观，反映自我意识，追求自我实现与内心平和，独立于外界影响。它是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真实反应，与外界环境、社会期望相对立。外在自我是个体在社会中展现的形象，包括外貌、行为和语言，受环境和他人期望影响，体现社交角色与互动。它受到社会环境、文化背景和他人期望的影响。如果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存在较大差距，可能会导致内心的冲突和不安。例如，若一个人为了迎合外界的期望而抑制自己的真实想法，可能会感到焦虑和不满。当我们无法改变外在世界，或暂时无法获得期望中的社会成就时，通过重塑内在和谐、稳定的自我来解除困局，新的困局被打开，内在最原始的生命能量将被重启，你所面临的际遇也会随之而改变。什么样的心态招致什么样的外部际遇？如果我们希望将自己的人生加以改变，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将自己内心世界的想法付诸于行动改变。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一切向内求。通过探索内在的自我，认知和理解内心深处的自己，了解自己的需求和愿望，接纳自己的优缺点，从而实现自我成长和灵性提升。重塑内在自我可以清理负面情绪，使我们更接近真实自我，从而实现内心平和，修复童年创伤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接纳自己，提升自我价值，改善心理健康和人际关系，让元神归位，帮助我们重新连接真实的自我，
恢复内心的真实状态，去获得更深刻的生命觉醒，更高的内在自我智慧能量。内心强大的本质源于与自我的深度连接。若想提升内心的力量，就要学会与自我建立联系。伟大的哲学家尼采早就说过，如果你知道自己为何活着，你就会忍受任何一种生活。从心灵的层面上讲，潜意识是理想、抱负和想象的源泉，能够激发出我们的内在力量。它链接着人类心灵与宇宙无限智慧的一个桥梁。你在需要中谋求，在谋求中行动，在行动中收获。这个链接过程指导我们走向一个又一个完全不同的今天的明天，就好像宇宙的进化一样，个人的发展也经历着循序渐进的过程。伴随其中而无法舍弃的，正是我们不断增长的能力。挫折磨砺，成长蜕变，内心强大，方能迎接未来，为我们更美好的生活而立大愿。愿力便是你内心最强的能量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。你的每一次点赞转发都是修行福田中的一粒芥子。回复一句让元神归位，我祝你早日打开被封印的能量，做事犹如神助，更加强大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。